电影、电视剧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穿帮镜头，一般的穿帮我们还能接受，毕竟是无心之失，剧情好看就够啦。不过有些雷人的穿帮实在太离谱，直接把人都气笑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影视剧里的搞笑穿帮镜头。赵露思的新剧《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大家都看了吧？被肉丝新造型惊艳的同时，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呢？这发色，难道古人很早就喜欢染发了？最贴近生活的还是这一趴，女主在家里沐浴，男主突然闯了进来，镜头随即切到女主这里，只见她随意的披着长发，有一种现代美人出浴的即视感。还有一场，赵露思、徐开闢以及任豪在厨房一起切菜做饭，男主和男二分别开始大秀自己的刀工。任豪的刀工还可以用常人的思维来理解，但许开闢在剧中拿着切菜刀挥着长臂在空中就把菜给切了，被切碎的菜也随即天女散花般的落了下来。女主赵露思在旁边看呆了，不知道的以为这部剧是玄幻题材剧。除了雷人的剧情，这才播出几集就有一个很严重的穿帮镜头，算是近几年影视剧史上史诗级的穿帮。拍摄的是演员落水的戏份，不用放大就能明显的看到对岸一群工作人员正在观看，演员替身就差露出正脸了。导演啊，你能不能认真点儿？说起来，古装剧几乎是穿帮的重灾区。有一场戏，关晓彤被铁链锁了起来，看看这手指粗的铁链是不是好心疼？再看看这胳膊粗的手铐，等等，什么情况？这么大的手铐能放进去关晓彤2个胳膊，这缝隙这么大，姑娘就别在这晒着了呀，还不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道具老师，你出来一下，能不能别搞笑，能不能认真点啊？仔细看会发现，很多经典老剧中也有穿帮镜头。还记得《天下第一》吗？现在回看这部剧，演员阵容真强大，惠建华、郭晋安、张卫健、黄圣依等都参与了此部剧的出演。阵容强大是一方面，好玩的穿帮镜头又是另一方面。比如一位武林高手被铁链困在洞里很多年，披头散发很可怜，可是一不小心看了一眼铁链，其实大叔你可以走的，看看这铁链都松坏掉了，跟上边关晓彤那个铁链有异曲同工之处。道具老师又没严谨哦。口碑大作《琅琊榜》也没能逃过穿帮的命运，就像下边这段戏，远处竟然走过来2个撑伞的路人，一秒混串现代。相信当初很多人都追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电视剧，而杨幂饰演的白浅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即使是拍得这么好的电视剧，也难免会有纰漏。其中有一个镜头是杨幂拿着刀子插进自己的胸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刀口周围一滴血都没有，反而是衣服外围沾了几滴血，看起来非常的假。还有一幕是杨幂在池子里喝酒，看这张图片，杨幂上半身没进到水里，衣服却湿了。再就是桌子上的水果，喝酒的时候配桃子吃吗？而且喝的是易拉罐啤酒，这也太不合实际了吧。说实话，这部电视剧拍得很不错，不过有一些小细节上面没有注意，实在是有点可惜了。红遍大江南北的《甄嬛传》也存在这个问题，乍一看这个镜头似乎没有问题，但是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娘娘左边的假睫毛都要掉了。喵啊！看来是所有人都太投入，没能发现这个问题。《如懿传》的整体评价都不错，服装道具做的也非常用心，甚至就连皇上用完膳擦嘴的纸巾都准备好了，不得不称赞剧组的贴心啊！当初《延禧攻略》热播时，一度被网友称为尊重历史。然而这部剧穿帮镜头也不少，比如这个镜头，不知道皇后娘娘一气之下会不会把塑料凳子压碎呢？还有这里，皇贵妃下身穿的竟然是修身的牛仔裤，估计你是宫里最潮的那位了吧？在武则天传奇里，这位大臣撩衣跪倒，却一时激动用力太大，把腿都露出来了，可能是当时天气太热了。张铁林在拍摄《倚天屠龙记》时，无意之间露腹了一把，这个抬手的动作正好让镜头拍到了他的袖口，明晃晃的手表是闹哪样啊？武林高手时间观念这么强吗？还是这部剧，苏有朋饰演的张无忌在光明顶救下明教受伤的兄弟后，这个镜头中仔细看看张无忌的鞋子，对，你没看错，这是一双皮凉鞋。无忌是不是汗脚啊？还是怕练功的时候一发功脚丫子胖臭，还弄一双皮拖鞋穿穿？那时候就有这么潮的穿搭了呀，好现代哦！
最经典的《西游记》穿帮镜头也不少，比如土地公公袖口大开，里边的衬衣都露了出来，网友们最好奇这衣服什么牌子的。还有这一段，一群猴子猴孙中混入了一个奇怪的人。摄影大哥，你也在仰慕孙悟空的神功吗？要说在穿帮镜头上能跟古装剧媲美的，那绝对是抗战剧了。而且现在的抗战剧越来越烂，好像什么人都能做编剧一样，各种雷人的台词和镜头层出不穷。比如这个镜头，演员演得很认真，服装也没毛病，唯独桌子上的那瓶矿泉水有点扎眼，看着包装应该是怡宝吧。如果说其他穿帮都能忍，但是这一部剧绝对不能忍。《三国演义》中有一篇是桃园三结义，在新版的《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结拜时竟然拜的是关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说起来，咱们的童年下饭剧《还珠格格》中穿帮镜头也不少，比如紫薇眼睛失明之后被卖到风月场所，崩溃到趴在床上哭。看看这现代的棉袜多么的透气舒爽，话说那个时候不应该是布袜吗？难道紫薇是穿越回来带了2双新款棉袜，还是还珠格格？尔康尔泰在打猎的时候由于动作太大，尔康的大辫子跑前面去了，这一幕真的是看一次笑一次。还是琼瑶阿姨的剧《情深深雨蒙茸》中有一组逃难的镜头，依萍和书桓在人群中跑散了重逢，所有人都在一脸惊慌的逃命，只有一位小姐姐看着拥抱的依萍与何书桓在那笑。喂，大姐，逃命要紧啊！喂，先逃命再吃瓜好不啦？本来把紧张的气氛烘托起来了，看到这位姐姐的笑容，一秒就出戏了。没想到的是，老中医这部聚集了很多老戏骨的剧也出现了穿帮镜头。在第5集中，一辆老爷车缓缓驶来，仔细看，副驾驶玻璃前出现了一部手机，哇，好高科技，好先进啊！还有在第17集中，陈宝国饰演的翁海泉来到房间，看看陈宝国老师后面的桌子上面是不是摆了一瓶喝了半截的可口可乐呀？民国时期惊现肥宅快乐水啊！那年花开月正圆中，何润东拉着孙俪的一场戏，看看后边的群众演员干嘛呢？这位群演也是穿越过去的吧？竟然拿着手机在对着主演们拍照。追星能不能你的戏结束了再来啊？虽然是群演，但是工作期间也得要认真啊，姐姐。还有这一批群演观众，你们饰演的可是难民啊，可是为什么你们笑得这么开心？群演注意入戏哦，注意表情管理啊。对，就说你呢，前面这位笑得牙床都快飞出来的大哥。还有季节混乱的镜头，吴蔚文写信落款时日期是6月初10，吴聘中毒身亡，出殡时下雪又怎么回事？6月飞雪，含冤而死。夏天和冬天来回变换，你考虑过秋天的感受吗？克拉恋人中，在超市的时候，罗晋偷偷摸摸给米朵发语音信息，可是镜头正好拍到了罗晋的手机屏幕。话说这个界面能发出去吗？不知道这个该怪演员还是该怪摄像大哥了。除了这些比较知名的影视剧出现的穿帮镜头，那些小制作的影视剧出现的穿帮镜头更多。比如古代出现了空调外机，取景的时候真的没发现吗？空调外机在这么明显的地方，武侠剧中的2个黑衣人在打斗，可是镜头拉远后，这水景挺现代呀。再看看这批守卫，靴子直接拿雨靴代替，看看这充满现代感的胶鞋底，这大夏天穿雨靴拍戏，脱了鞋肯定十分的酸爽。群演们辛苦了，回家好好洗洗脚。其实很多穿帮镜头大家都可以接受，只要不是太离谱，因为不是一个年代，难免会疏忽掉一些细节。可是某些剧的台词是真的不能忍，这种台词穿帮真的让人看了哭笑不得。神探狄仁杰中，李元芳有一句话，如果是自杀，那他的动机肯定是不想活了。这句话看一遍笑一遍，确实这句话我真的挑不出半点毛病，这不是废话吗？想活谁自杀呀？编剧你来一下，问问你这句台词是不是有点搞笑？陈晓在《龙门镖局》中说的这一句台词，直到现在依然是个梗。你父母呢？父母已经在我出生前就死了。什么？你出生前父母就死了？那你是搁哪嘎达来的？孙悟空吗？这种欠抽台词不光这一部剧出现，某个抗战神剧中主角的台词更是雷到假，说爷爷9岁就被日本人杀害了。那请问你是怎么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不得不说，编剧的脑洞确实大，一本正经的说瞎话，也是难为这些演员了。
还是抗战神剧。某个大佐对着电话一脸严肃地下达命令，绝不让一个敌人落网。啥呀，大佐，你是不是生鱼片吃多了？如果真的是绝不让一个敌人落网，那我替对方谢谢你吧。其实发现这些穿帮也是一种乐趣。你还发现哪部剧中有特别无法接受的穿帮镜头？哪种类型的穿帮是在你接受范围内的？又有哪些穿帮是不可原谅的呀？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